昏暗的阁楼，他缓缓睁开眼睛，待看清他面容后，沈福瞬间如坠冰窟，因为面前的人不是当今太子。风雨停了，毒解了。慕容彻冷漠起身，沈福撑着酸软疼痛的身子从床榻起来，待看清男人右手银色铁甲小拇指时，他更加确认与他纠缠的人是整个燕京都惹不起的人。静谧的房间还能听到彼此的呼吸声。两人四目相对，沈福终是从恍惚中回过神来。前世那些深刻的记忆一点点浮现在脑海中。前世也是在今夜，他在宁远侯老夫人的生辰宴上喝下继母林氏递来的桂花酒，便中下情毒。意识模糊时，被几个丫鬟带往一个偏院，中途他拼命挣脱，跑到这个陌生的阁楼上。也是在这个雅间，他与陌生男人有肌肤之亲。上一世毒解后，等他醒来时，房间空无一人，他羞愧难当，以为这件事无人知晓。直到太子慕容景私下找到他，告诉他与他春宵一刻的男人是他，愿意给他和腹中胎儿名分。自此他隐瞒所有，嫁入东宫，成为大燕太子妃。生下孩子后，太子却对他态度大变，找各种理由拒绝与他同房，甚至还将同父异母的妹妹纳为侧妃。到后来，他眼睁睁看着家人惨死，两个被继母养废的哥哥被害，长姐被设计嫁给宠妾灭妻的齐王，自己的儿子慕容玉被太子剜心头血，割血入药。他这才知道，太子娶她不过是看中他舅父江玄手中的兵权。只是江玄知道太子秘密后，便被设计10万大军死在嘉靖关。他依稀记得，在东宫，太子满脸厌恶地捏着他下巴。沈福啊，你是别人碰过的女人，姑怎会碰你？姑要用最残忍的方式告诉那个人，与姑作对的下场。玉儿不是姑的孩子，她该死。姑抢了原本属于她的女人，杀了她的亲生骨肉。那一刻，沈福才明白，太子娶她也是为了报复与他针锋相对多年的瑞王慕容彻，而他和他的血脉至亲成为这场皇权斗争的牺牲品。恍惚间，他似乎又看到前世在东宫的场景。他被太子设计与侍卫假意私通，被扔在破旧的偏院，自生自灭。最后只能眼睁睁看着几个嬷嬷端着滚烫的热油过来，他挣脱不得，逃跑不了。他们粗鲁地扯着他头发，强行撬开他的唇齿，如刀割般的疼痛渗入四肢百骸，至今让他心有余悸。可他没有想到，他如今又回到了3年前的当夜，还认清与他有肌肤之亲的人，竟然是大燕的瑞王。四爷，解药拿来了。房门外传来慕容彻贴身侍卫傅颖的声音：情毒已解，不必了。情毒已解？难不成……滚下去，领罚。是，四爷。平阳侯为了太子，不惜将自己女儿送到本王床榻。说吧，沈姑娘想要什么？瑞王妃之位，还是行军令啊？沈福整个人僵在原地。慕容彻比太子危险100倍1000倍。沈福的父亲是当今平阳侯，是太子的人，也是当年让慕容彻被送往离国为质子的主要人物。在离国为质子的那些年，慕容彻受尽屈辱折磨，连右手小拇指都被斩断，至今带着银色铁甲。他从黑市斗兽场逃出，重回燕京，
隐忍蛰伏5年，一招拿下麒麟军兵权。他的身后有位高权重的太上皇，而于沈福而言，她是他仇人的女儿。沈福站在原地，抬眸与慕容彻那双深邃邪恶的眸子四目相对，冰冷道：“四爷怕是误会了，我是被人所害，并非父亲送来诱惑四爷。我不想进瑞王府，也不稀罕四爷口中的行军令。如今我的清白名声都被四爷毁了，我不需要四爷对我负责，只求四爷今日放我一马，让我回沈家。”看着对面的小姑娘，慕容彻眉梢眼角藏着危险的气息。清白名声，沈小姐怕是忘了，今夜是你主动勾搭的本王，本王只是用尽余力配合你而已。你进了这间房间，对我又搂又抱，还亲我说喜欢我，让我为你解毒。我配合你了，怎能算我误了你清白名声啊？我是中了毒，所以才……我也并非父亲平阳侯送来迷惑四爷，更何况我在沈家受众人厌恶，被人称为沈家的灾星，早就对沈家那些人恨之入骨。我自然与我父亲平阳侯道不同不相为谋。道不同不相为谋，你既说你与你父亲不同谋，不如就证明给我看。要么用这把匕首自枪在我面前，要么就去将你父亲与太子的私传的密信给我拿来。信？什么信？一封带着梅花印记的密信。你若能答应我，我今日可以让你安然无恙地回到沈家。可若是你敢玩我，我会让你和你的2个哥哥生不如死。沈福眸色微微一变，以慕容彻的手段，定然说到做到。父亲平阳侯常年为太子而谋，而太子一心想用平阳侯的兵权支持他，还有利用他舅舅司马大将军江玄坐稳太子之位。前世太子是成功了，江玄和父亲却死状极惨，连他也死在东宫。若是能搞垮太子，他自然愿意拿信让他与慕容彻兄弟2人狗咬狗。行，我答应你。只是此事过后，我与四爷便再无瓜葛。若是四爷记恨从前爹爹所做之事，能不能放沈家其他人，我2个哥哥还有姐姐？你是在与我讲条件？想毫无关系，还得看你能不能拿到信。房内气氛凝重，渐渐的，门外骤然响起一个细微的脚步声。四爷，傅颖的声音再次传来：“有人从阁楼下上来了，好像是永昌侯爵府的公子和一个婢女。”这么巧？来就来了吧，你先下去。是，四爷。中了情毒，没有出去，估摸着药效啊，现在应该是昏睡过去了。这沈二小姐可是燕京第一美人，也是沈家嫡女。我相信张公子娶了她，你父亲永昌侯定会对你这个庶子另眼相看的。婢女的声音清晰地传入屋内2人的耳朵里。燕京第一美人，原来他们冲你来的。你若是不想旁人知道你在这里，你可以……沈福拽紧衣裙，绕过屏风，往一个柜子里去。永昌侯府的庶子张望，请替我谢谢你家小姐，若我娶了沈福，定不会忘小姐大恩。那是自然。在大燕朝总共封了3个侯爵：宁远侯、平阳侯、永昌侯。这3个侯爵祖辈在大燕朝开国之时立下战功，建国之后便根据功勋各自封了爵位。3个侯爵手上都有自己的调军令，而平阳侯府的为玄甲军。上一世沈福死前才知，母亲惨死，祖父的死，都是因为太子和当今皇后乃至邻国公想利用林氏拉拢父亲精心设计的圈套，以至于他背上克死生母、杀害祖父的恶女名声。太子在这场皇权斗争中机关算尽，不择手段。此刻漆黑的房间里寂静又危险。瑞王殿下，我不知道啊，瑞王饶命！口中话未说完，一声惨叫，鲜血飞溅。
沈福完全没有想到慕容彻会当场杀人。四爷，替你杀了他，你应该谢谢本王。怎么，后面还有戏你不看了？还是说你想跑，怕本王也杀了你？我没想跑，只是这里终究是旁人的府邸，若是我被发现，到时候名声也会被毁。你弑杀自己祖父的臭名声都传遍了燕京，何必在意这一次？好戏还在后面。沈福知道这是一个捉奸的戏码，待会儿有更精彩的戏。四爷，如今你该相信我是被人陷害的吧？我并非父亲刻意安排前来引诱你。这场戏虽然精彩，可我不感兴趣。急什么？你若是想出去也可以，不过你别后悔就行了。他话音落下，房间又沉静下来。慕容彻似乎在等着猎物上钩。不知过了多久，从不远处陆陆续续又传来声音。怎么还不躲？还是说你想让所有人知道本王是你的奸夫？沈福躲在屏风后，有些疑惑。上一世他与慕容彻纠缠后便离开了，后面并未发生任何事情，与今生有些不同。祖母，这永昌侯府家的三公子好大的胆子呀，竟敢闯我们温府的内院。府上许多丫鬟仆人都看到沈二小姐喝醉酒跑到这房里休息，没想到啊，这永昌侯府家的公子胆子这么大，竟然也闯进去啊！这可是我们宁远侯府的内院啊，这孤男寡女的，恐怕……这沈福和永昌侯府的公子，就是趁今日祖母生辰，丫鬟仆人都去了前院，在这里私会呢。温月话音落下，就迎上温老夫人冰冷的目光。你们进去，将这对狗男女给老身拖出来！我定要让平阳侯府和永昌侯府给老身一个交代。老身倒是想问问他们是如何教导自己的女儿和儿子的，简直毫无礼义廉耻。老夫人且慢。就见一身华服的林氏带着他的宝贝女儿沈淑走到了几人面前。林氏是沈福的继母，沈淑是沈福同父异母的妹妹。老夫人，此事关乎我们沈家二丫头的清白，若她真在里面先与人苟且，我定将她带回平阳侯府，定亲自交给侯爷处置。在外人面前假意维护她的清白，维护沈府的名声。前世也因为她会在父亲和祖母面前演，以至于害死自己两个哥哥，姐姐还被设计嫁给宠妾灭妻的齐王，自己也背上杀害祖父的恶女名声。你们平阳侯府的姑娘也太没有规矩了。沈夫人，这养不教，母之过。老身曾听闻，这沈二小姐小小年纪就杀害自己的祖父，如今竟然如此荒唐。温夫人说的是，若是沈福真在里面，我们沈家的老夫人也绝不会饶他，定亲自将他进猪笼。你们两个进去看看，若是小姐在里面，就将她的衣裳穿好，将她拖回沈家，乱棍打死。是夫人。母亲，我也去。你一个闺阁女子怎么能去？母亲，姐姐从乡下回来不过月余，定不会做如此不知廉耻的事情的。也许是温府的丫鬟仆人们看错了，里面也许只有她一人休息。沈叔垂眸之际，眼底一片冰冷。他手中有沈福的东西，即便沈福没在里面，他也能让沈福身败名裂。既然如此，你去吧，两位嬷嬷跟在后面。四爷，我以为姐姐在里面，所以冒犯了四爷，还请四爷恕罪。臣女这就出去。站住！谁让你从门出去的？你该从那儿出去。这是一个3层阁楼，从阁楼窗户跳下去，不死也得残废啊！温老夫人、温月、林氏等人陆陆续续的进了房间。殿下在这南苑阁楼，府中下人也未通传一句，怕是老身失了这待客之道。温老夫人，礼仪便不用行了。本王喝了些酒，温二公子安排本王在这里小憩，
没曾想竟然遇到了刺客，还看了这么出好戏。今日是老身生辰宴，府中家丁护卫都去了前院，没曾想让外男闯进来，还险些伤了殿下，还请殿下恕罪。哼，人已死，本王也懒得追究了。殿下说的是，此事老身定会查清楚。如今这屋子里死了人，殿下何不移到大堂？老夫人若是有心，就让人把尸体收走，将这里打扫干净。是，殿下。在整个大燕朝，朝中官员、地方百姓们唯一敬重和害怕的，便只有3个人：一是当今陛下，二是太上皇，这其三便是这位燕京闻风丧胆的四爷。可是这四爷慕容彻，他像是地狱来的恶鬼，也像一头无人能驯服的野狼。大家怕他，惧他，除了他手中的麒麟军外，便是他的行事作风，为人狠戾，杀人不眨眼，嚣张邪肆。不过死在他手上的人都是些该死的。殿下，舒儿今日前来是为了找自己的姐姐，她不知殿下在房内，冒犯了殿下，还请殿下饶了舒儿这一次。到底是来找人，还是请人看戏？沈夫人心里比谁都清楚。殿下，舒儿自然是来找姐姐，怎会让人来看戏？既冒犯了本王，便也知道本王的性子。本王不会轻易放过人。本王给你2个选择，要么用这把匕首让你的鲜血从这里流到门外，要么从北面的窗户跳下去。殿下，舒儿年纪小不懂事，还请殿下饶了她这一次。还请四爷饶了我。不做选择也可以，那便去我瑞王府地下牢狱。殿下，还请殿下饶舒儿一命。一旁的沈叔紧咬着唇，他知道他不做选择会死在慕容彻手里的。他们沈家和慕容彻有仇，若是沈家女眷落入慕容彻的手里，那是死路一条啊。母亲，终究是女儿不对，得罪了瑞王殿下，女儿跳就是了。这怎么能行？舒儿你不能跳。与其死在他手上，不如赌一次。您沈父就进来这房间，怎么会没人呢？那个贱女人运气怎么那般好？瑞王殿下，若是我从这阁楼跳下去，还请殿下放了我，放了我母亲。舒儿，你不能去。瑞王殿下，舒儿好歹是平阳侯府的人，也是当今国公爷的外孙女，她今日无意闯了进来，陛下便逼她要跳楼，你这般未免太不近人情了。殿下难道不怕燕京城的百姓议论吗？沈夫人是在给本王讲人情，你似乎不配。更何况今日温家这出好戏，可是你这闺女自导自演的。本王本就没什么好名声，更不在乎他人议论。林氏咬牙看他，却又无可奈何。慕容彻如今的地位，就算改日告到陛下面前，陛下只会责怪沈叔不该惹他。此刻，窗户旁的沈叔深吸了一口气，他知道，今日若是不跳下去，等待自己的便是更可怕的结果。他微微回头，瞥了一眼站在人群中的贴身丫鬟春秀。春秀示意的点点头，转身便消失在房间里。片刻后，他转身就跳了下去。舒儿，殿下，若是殿下要在这里休息，老身让下人收拾一下，便不打扰殿下了。四爷，如今戏看完了，可以送我回去了吗？别忘了答应本王的事，若是你敢耍本王，即知道后果。那殿下答应我的事，也要说到做到。傅莹，送他回府。是，陛下。小姐，你怎么才回来？明香院今日出大事了，王爷收到消息，正从皇宫赶回来呢。沈福抬眸看着跑过来的云兰，恍如隔世。沈福自小就被送去乡下，而云兰是江璇特地找来保护他的丫鬟。前世他为了护住自己的孩子，被沈叔一碗汤药废掉全身武功，还被沈叔和太子让人卖去窑子里，到死
都未见上他一面，如今再见到他，心里不是滋味。还好他还活着。小姐，你怎么了？啊，没什么。今日小姐回来这般晚，恐怕待会儿老夫人会让人来问。问就问吧，怕什么？舒儿如何了？都是母亲的错，母亲没想到那个小贱蹄子居然不在里面。母亲，你就不应该让那灾星回来，还什么燕京第一美人，我看他就是乡下的草包，我以沽名钓誉，舍人助母，杀了祖父不说，如今又回沈家来，还连累了我。你也是的，你一个闺阁女子跑进去做什么？如今还得罪了瑞王，怪我吗？你应该怪他。反正此事因沈父而起，我定让祖母将他进猪笼。母亲，你说他怎么不去死？他怎么还不死？他快点死啊！他为什么要回来？他就是来祸害我们沈家的。够了，这些话不要让你爹听到，母亲自会想办法让他滚回到乡下去。哼，沈家不是他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就怕他有命来，没有命回去。春秀死了？小姐你还不知道，我听说三小姐跳下窗之前，春秀就在阁楼下候着。说起来，春秀竟是被三小姐活活砸死的呢。夫人让管家好生安葬，还差人打点银子给她父母。这沈叔果然和前世一样，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春秀好歹跟了他10年，只可惜这次竟让沈叔逃过一劫。今日大哥去找阿姐要母亲的嫁妆了吗？今日午时，公子和大小姐因先夫人嫁妆之事吵了一架。大小姐本就身子弱，被气得险些下不来床。前世大哥沈峰以做生意亏本为由，将母亲的嫁妆从长姐那边尽数骗去，实则拿去给怡红楼里的一个头牌。也因为那个女人，他与人争风吃醋，最后还打死一个官家子弟，入牢狱后被斩首。每次大哥说生意失败，要从长姐手中拿母亲嫁妆时，林氏都会劝长姐将嫁妆给大哥做生意，说是为他前途着想，以至于沈峰还以为林氏是贤良淑德的好母亲。殊不知，这一切都是林氏提前设计的阴谋，先设计他拿嫁妆，再设计他入狱。他的2个哥哥，一个沉迷于赌博，一个沉迷于烟花之地，完完全全就被林氏娇惯，养成一个废物而不自知。这一时，他要揭开林氏伪善的真面目，不能让2个哥哥再死在他手上，也不能让长姐嫁给宠妾灭妻的齐王。云兰，你去给我准备热水和一套干净的衣服，我洗完澡要先去一趟明香院。是，小姐。小姐，你怎么了？怎么这般神情？没什么。你去把我的药箱拿来。上一世也是因为和慕容彻的那晚怀上玉儿，玉儿跟着他在东宫受了不少苦。他依稀记得小家伙临死前伸着肉嘟嘟白嫩的小手拽着他的衣裙，娘亲娘亲的叫他。可惜玉儿心头血割了，却再也没有机会再叫他一声娘亲。他很想玉儿，可是理智告诉他现在还不可以。就算他今生怀上玉儿，玉儿出生后慕容彻未必护他，反而会成为太子对付慕容彻的筹码。若是今生有缘，我相信他会再投胎到我肚子里。手腕上面的手工纱没了，银针在火苗上烧得通红。沈福咬着牙，忍着疼，混着药粉，毫不犹豫往自己手腕上原本手工纱的地方烫去，夹杂着红色药粉，看起来倒是和之前无异。他本不想这样，可是没办法。沈老夫人向来对沈家女眷清白名声尤为看重，被她发现，她肯定会被进猪笼，还会被赶出沈家。她的清白是因为林氏的设计丢掉的，并非她有意的。小姐，老夫人身边的张嬷嬷来了，让你过去前堂一趟。好，我知道了。沈府前堂里，父亲，若非春秀，女儿今日怕是没命回来了。这瑞王竟猖狂到如此地步，明日朝堂之上，
我定让陛下为我主持公道。舒儿别哭了啊，我们舒儿今日啊，都是为了寻自己的姐姐。老爷，明日就算你在朝堂上参瑞王一本也无用啊。瑞王如今连陛下都要包容他3分，就算参了他有什么用呢？陛下反而会责怪你。若是惹怒了太上皇，恐怕更为不妥。如今我父亲也知道此事，便让妾身来说一句，我沈家的女子以后见到瑞王能躲多远就躲多远，若非当初老爷让陛下送瑞王去离国，也不至于。够了，此事莫要再提了。沈渊有些不高兴，好端端的，为何要去宁远侯府内院阁楼啊？明知瑞王对我们沈家就有心结。祖母，你是在怪孙女吗？二姐姐宴席上喝了一杯桂花酒，就故意说身子不舒服。我们的丫鬟带她去休息，偏偏她挣脱丫鬟前往宁远侯府南院阁楼。谁知没过多久，这永昌侯府家的公子也去了二姐姐房间里。谁知道他们在里面发生了什么？也又怎么会在里面？那么多丫鬟仆人看到姐姐和张公子一前一后进房间的，姐姐或许早就和张公子苟合离开了。住嘴！舒儿，不准这样说你姐姐。母亲，女儿说的是事实呀。文慈小姐还有几个贴身丫鬟亲自看到的。姐姐才回来3个月，府上就发生了那么多事情。哥哥做生意连连亏本，大姐姐的身子也一直不好。如今女儿为了去寻他，又遭此劫难。当年若非姐姐9岁时从易水回来，祖父也不至于无辜惨死。是他亲手杀了祖父，他就是沈家的灾星。这句话仿佛惊天之雷，在沈老夫人的脑海里轰然炸开。林氏故意呵斥着沈叔：“舒儿，你若是再说一句，便怪母亲家法伺候你。”哼，张嬷嬷去了这么久，怎么还没回来？这二丫头才回来没多久，竟然……老夫人呐，如今这张家公子也被瑞王杀了，妾身就是怕旁人对福儿说三道四啊。这宁远侯府的丫鬟仆人确实看到福儿和张公子一前一后的进了房间。刚才我去福儿的揽月院，也未见他回来，就怕福儿年纪小不懂事。虽然张公子是被瑞王杀死的，可毕竟还牵扯到福儿啊。若是这张家追究起来，怪罪到福儿身上，这可如何是好啊？沈福跟着张嬷嬷到前堂时，听到的便是林氏这假慈悲的话：“福儿，你终于回来了。福儿，这么晚了，你去哪儿了？让母亲和妹妹好找啊。”“我早就回了侯府，去了大姐姐院子里。能去哪里啊？父亲、祖母，你们找福儿有何事？”“还不跪下！”“祖母，不知孙女所犯何错，为何要跪？”“一个姑娘家，为何私自跑去宁远侯府不用的偏院阁楼啊？还被那么多丫鬟仆人看到。听宁远侯府的丫鬟仆人说，这张公子也去了阁楼上，还被瑞王杀了。祖母问你，你可知此事？”“孙女怎知？我喝了母亲给的一杯酒，就觉得身子不舒服，回了侯府，没去阁楼。许是晚上宁远侯府光线太暗，丫鬟仆人看错了人，竟误以为是孙女，还害得母亲和妹妹白跑一趟，得罪了瑞王。父亲，你可信女儿？”“我自然相信自己的女儿，爹爹自然信你。只是你的行踪的确存疑，如今这张家公子被瑞王所杀，就怕张家追究到你身上，背负到时候也难护住你。”“女儿没去阁楼，母亲和妹妹不也没在阁楼上看到女儿吗？这张公子冒犯瑞王，被瑞王所杀，怎会关系到女儿头上？这永昌侯府，我想不会如我们沈府这般糊涂，什么脏水都往自己人身上扑。”“福儿，老爷，福儿说的不无道理。他既然不在阁楼上，又何必强加于他身上呢？只是这宁远侯府的丫鬟仆人都看到了，
福儿确有嫌疑和张公子有来往，若要证明福儿是清白的，这事儿也不难办。让府中的嬷嬷过来，给福儿验验身子，看看是否还是处子。若福儿身子清清白白，那就证明福儿是无辜的。我们沈府当真冤枉了他。这林氏的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母亲说的什么话？要我验证清白，不就代表你们怀疑我吗？我才回燕京不到3个月，与张公子并无交集，如何与他在温府私会？反倒是你们，连我人都不在，便带人去，一副捉奸的做派。我听说温家四小姐还没进房间，就在外嚷嚷着我和张公子在里面私通了。我想问一句，有人亲眼见到吗？福儿，母亲不是这个意思。如今若想堵住悠悠众口，便只能用这种方法了。祖母厌恶他，父亲也不喜他，继母假仁慈想害他，还有一个时时都想将自己踩在脚底下的妹妹。那么多年，他背负了那么多骂名。他出生时，沈家祠堂走了水，一把大火将整个沈家祠堂连带着沈家祖宗牌位都烧了个精光。祖母便说他是天降的灾星，将未满月的他送去易水。母亲江氏心疼自己的女儿，也跟着去易水，后来便惨死在回沈府的路上。沈家人更是认为他克母，不愿意接他回沈府。9岁那年，江玄抗击敌军，立下赫赫战功，封大司马骠骑将军。回到燕京的第一件事，便是与平阳侯商量将他接回燕京城。可沈福回到燕京城不到1个月，祖父便离奇死亡。那个夜里，他记得很清楚。他前去送东西给祖父，房间里一个黑衣人将带血的匕首塞进他手里，转身就消失在夜色中。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时，林氏带着沈老夫人过来，看到他手中的匕首，便认定是他杀了老侯爷。那天夜里，任凭他如何解释，除了姐姐沈离，沈府便无一人信他。那个夜里，他被沈老夫人命人打得血肉模糊，动弹不得。第2日又送回乡下。时隔7年，他又重新回到燕京城，如今竟然是这样的局面。祖母、父亲，二姐姐就是心虚。若是她没有和张公子苟且，怎会不愿意验明清白之身？你们过去，将二丫头拉回闺房，验验身子。若她当真是清白的，我这个做祖母的亲自给她赔不是。二姐姐，在我们沈家，若是未婚便与人苟且，是会被进猪笼的，要被乱棍打死，赶出沈家。姐姐这般反抗，她早就不是清白之身了，真是看不出来啊！姐姐这般不知廉耻，与人苟合。舒儿，你少说2句。你们这是做什么？福儿，不怕。梨儿，你不是睡下了，又起来干什么？父亲、祖母、母亲，梨儿今日就想问一句，为何妹妹没去阁楼，却要将事情强加在她的身上？常人对这种事避之不及，偏偏我们沈家怎么既往自己人身上揽脏水呢？福儿回来的早，一直在我院子里学刺绣，并未去阁楼。如今你们还要闹着要验她的身子，此事若是传出去，旁人如何说？就算福儿是清白的，人云亦云，白的都会说成黑的，燕京城的人又会怎么议论我们沈家？福儿不是心虚，是顾及沈家的面子。这场可笑的闹剧若是传出去，我们整个沈家都会成为燕京城的笑柄。祖母、父亲，从小你们便说我是灾星，你们说的对。我沈父1年1灾，从我记事5岁开始，在易水每一年都会莫名其妙的遇到危险，无缘无故的落水，险些葬身火海，被人劫走，莫名其妙的生怪病，几乎每一年我都死里逃生，灾难连连。我在隐白医师那边学药理，手腕之上有一手工纱，是他亲自给我点上的。若是父亲和祖母不信，可以找人去乡下打听，问问芸娘有无此事。那白皙稚嫩的手腕上有一颗红点，我的手工纱还在。沈老太太和平原侯眯着眼睛打量，面色这才缓和过来。祖母和父亲若是想叫嬷嬷验我身子，也不是不可以，但是
女儿有个要求。什么要求？福儿不妨说说。若是三妹妹今日敢让嬷嬷验身子，我便敢。祖母、爹爹，我不验。堂里的几人被沈叔的一反常态镇住了。沈叔是燕京城出了名的世家贵女，自小便是请宫里的嬷嬷前来教导礼仪，诗词歌赋，连女工在整个燕京也是1等1的好，还是燕京城4大才女之一。她生得高贵，知书达理，自然不会做出什么阿杂的事儿，可竟然对这验身子一事如此一反常态。刚才妹妹说，若是我们沈家女子未出嫁便与人私通，会被进猪笼的。妹妹如今怎会不愿意呢？况且妹妹乃燕京4大才女之一，自然也代表着沈家的面子。若是将来因清白一事犹如我们沈家门楣。二姐姐，你明明知道我是为了许你被瑞王逼着跳下阁楼，伤了小腿，怎能验身呢？若非是关心，我怎会这般模样？如今我有伤在身，你还让我验？还有月余便是我的吉吉里了。若是在验身途中让伤口加重，这吉吉里恐怕……沈福见到沈叔这般，忽而想到上辈子的东宫。上辈子他在东宫被折断四肢，嬷嬷们端来滚烫的热油时，沈叔也在场。那时候沈叔对他说的话，他如今记得清清楚楚。太子慕容锦在他回到燕京城前，便早和沈叔背地里私通在一起。而沈离和永昌侯府的世子张怀安原本是有婚约，姐姐沈离和张怀安情投意合，因沈叔和林氏抢了这段原本属于他的婚约，和张怀安产生隔阂，至今郁郁寡欢。前世沈离被林氏嫁给宠妾灭妻的齐王，进了齐王府，最后被齐王小妾设计，凄惨死去。沈离死后，张怀安也郁郁寡欢，没有2年也跟着去了。二人下场极惨，是对苦命鸳鸯。如今沈叔抢了沈离的婚约，私下去和太子苟合，他和太子瞒着所有人。沈福面色平静道：“只是小腿骨折，并不影响嬷嬷们验身子。若是妹妹不同意验身子，便是心虚了。”主岁，够了！今日先这样，都回去。老身也累了，以后我们沈家遇到瑞王，绕道而行，别搞出什么幺蛾子出来。福儿、离儿，你们也回去吧。今日是为父糊涂了。老爷，如今福儿既然已经证明自己的清白了，便也不必再追究。只是我们舒儿因惦记着自己的亲姐姐，最后却得罪了瑞王。如今瑞王势大，也不知道将来这瑞王到底放不放过我们沈家呀？他终究不是储君，别去招惹他就行。都这么晚了，回各自院子里去。母亲的嫁妆都被大哥拿去做生意，说是亏了本，如今就剩下这些。福儿，你刚回来，府上月银应该不够用，你需要些银子，你拿去一些。阿姐，我就拿这几样，其余的这些你放着。大哥若是再来找你要母亲的嫁妆，便不用给他，他哪里是拿去做生意啊？分明就是拿去给一个青楼头牌。青楼头牌？怎么可能呢？阿姐若是不信，可以找人偷偷跟着大哥，看看他平日里都去了哪里，到底是不是做生意。那青楼头牌名叫丽娘，大哥对她情有独钟，便将母亲的嫁妆拿去讨她欢心。好啊，你竟然敢骗我！说什么是为了沈家，原来都是在骗我。骗嫁妆之事本就是林氏和丽娘设计的圈套，一是让丽娘勾引沈风套母亲的嫁妆，其二便是让丽娘设计沈风与一位官家子弟争风吃醋。上一世沈风因为吃醋将官家子弟打死，最后也下了牢狱，第2年秋天就被处斩了。今生他不想这件事再发生。阿姐，就算你现在去找大哥也没用，他如今不会听我们的，反而觉得林氏是为了他好。他瞒着所有人，我想爹爹并不知道。我们何不告诉爹爹？告诉爹爹？若是爹爹知道了，恐怕沈风会被打得下不来床的。
阿简，此事若是爹爹不知道，哥哥会犯更大的错。他如今敢将母亲的嫁妆拿去给青楼妓女，将来呢？你身子还未养好，此事便由福儿来办。我会想方设法将母亲被骗的嫁妆拿回来，还会想办法解开林氏的伪善。福儿，若是当真能将母亲的嫁妆拿回来，那再好不过。不过，福儿向来和林氏亲近，不喜你我姐妹二人，稍有不慎，反而会让凤儿恨上我们。娘亲无缘无故的去了，我作为长姐，自有义务要护好你们，也不愿意我们兄妹几人反目成仇。此事要慎重。阿简，此事你不用插手。若是真要当一个恶人，由福儿来当吧。我相信大哥也绝不会是非不分，他总会看清谁对他好。阿姐身子弱，要多休息。如今天色已晚，福儿该回去了。好。沈福垂下眸子，想到前世的长姐悲惨的下场，不由得心里难受。齐王定会如前世那般设计让沈离嫁给他。阿姐，你身子弱，这几日哪里也不去，就在这清风院里好好养着。夜深了，福儿便不打扰阿姐了。看着如今懂事的妹妹，心里很欣慰。小姐，还好今日大小姐赶过去了。都过去了，明日你早些起来，我要你同我去个地方。啊？什么地方？奴隶市场，我们得去买个倾城绝色的奴隶回来。林氏既然能利用丽娘让大哥骗母亲的嫁妆，我自然也会利用旁人的美色将嫁妆原原本本拿回来，还会让丽娘亲自在沈叔及笄礼上揭开有些人虚伪的面目。奴隶当真能行？你提前在侧门准备一辆马车，明日只管同我去便是。是，小姐，你的药我给你煎好了，药渣我也按你的吩咐到火里烧成灰烬，我现在给你端过来。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上一世舅父江玄是因为知道太子不为人知的秘密后，被太子设计背上叛国罪名。可到底是什么秘密让太子下此狠手呢？母亲，就不应该让他回来，就应该让他去死的。阿姐如今大病，他若是不回来，燕京城沈家便只有我一个嫡女。若是他回到燕京，将来嫁个庶子就算了，说是他将来嫁给燕京城高门显贵家的公子，母亲，女儿和您如何和死去的江氏比？就算他今夜逃过一劫，他将来也断不可能嫁给谁家高门公子。燕京城权贵家的夫人们，谁敢让一个弑杀祖父、克死母亲的灾星进门呢？况且你的及笄礼不是快到了，当日定是有许多夫人、公子小姐前来，那个时候母亲会让他在及笄礼上知道，他回燕京城便是坠入无边地狱。只是我始终想不明白，今日那么多丫鬟仆人都见他上了阁楼，他怎么会不在阁楼上？而且这瑞王居然在里面，难不成……母亲的意思是？不可能的。这瑞王恨透了我们沈家，若是沈福在里面，以瑞王的手段，即便不亲手杀他，也会用别的法子弄死他。瑞王这只高枝，整个燕京城无人敢攀，沈福更是不可能。不过，若是能见瑞王的刀，一箭双雕，再好不过。沈玉好像在烦恼赌博，那可是瑞王的地盘。这两个孩子如今是被娇养惯了，是该让他们吃吃苦头了。小姐，就在这里，那些世家子弟不像普通的奴隶好管，便被关在这阁楼下的一个牢狱中，而且价钱也比外面街上绑着的奴隶们贵好几倍呢。看样子没来错，我们进去吧。两位姑娘是来买奴隶的，想要什么样的奴隶，我这里都有。姑娘也应该听说过，
我这阁楼里面的奴隶啊，可都是些世家出来的。哎，这些奴隶啊，可与街道上的那些不同。我这阁楼里的奴隶懂礼仪，他们大方得体的，很有才学。姑娘想要什么样的都有。老板，你这里面的奴仆虽是识大体，有才学，可也比其他奴仆要难管教些。这些奴仆没来这青云街之前，要么是闺阁小姐，要么是世家公子，读过书，念过字，也有自己的想法。若是老板今日能少些价格，我下次定来你这里多买一个。姑娘想买什么样的奴仆？若是能有姑娘合适的，这价钱少些嘛，也不是不可以。老板，这牢狱中可有一位男子，生得绝美，若是猜的没错，应该是姓叶，是怀州叶家人，背上有叶家的标志。姑娘莫不是来寻这位公子的？正是。有是有，不过就如姑娘所说，十分难管教。哎呀，老夫也是头疼啊！杀了吧，又可惜了；用些手段吧，又怕这人想不通轻生，那我不是白养他了？姑娘说的这位奴隶，半年前才来青云街，祖上层也是风光一时啊，来了这青云街也不愿意接受现实，整日寻死觅活的。若是姑娘想要啊，姑娘出点钱带走吧。行，那麻烦老板带路。啊，好。叶家是因为得罪了皇后，所以才沦落至此。要不你先在牢房外候着，我与他谈谈。行，你们慢慢聊，只要银子到位就行。叶公子就没有想过从这里出去，与自己的妹妹远走他乡？你如何知我还有个妹妹？我自然知道。叶公子，我今日前来便是想与你做个交易，若是这交易做成，我还你自由，让你带着你妹妹远走高飞，绝不将你妹妹还活着的事告诉官府。这个交易你可做？叶世清低头苦笑，眼中带着一丝不甘。他本是怀州叶家人，因自己二叔贪污赈灾银钱，数额巨大，还无缘无故得罪当今皇后，他这旁系的便被流放，后被人转卖到了青云街。而他的妹妹自小养在乡下，鲜少有人知道，便躲过了一劫。可他没想到面前这个16、17岁的小姑娘竟然知道他还有个妹妹。叶家上上下下瞒得那么紧的事情，他又是如何得知的？姑娘便这么对我有信心，认为我能完成姑娘口中的交易？那是自然。叶公子曾经也算是怀州青年才俊，其学识见解惹得怀州不少女子倾慕。这怀州和燕京城相隔千里，怀州的人早就认定公子已死了，这燕京城鲜少有人知道公子的身份。我相信公子定会完成这笔交易。叶公子，只要你完成我吩咐的事情，我绝不为难你们兄弟二人。他如今别无选择，唯有护住自己在世界上的亲人。只要姑娘说到做到，不伤我妹妹分毫，姑娘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叶公子果然爽快。如今你跟我们一起回燕京城，我们再商议交易的事情。哎呀，这拖油瓶啊，终于是卖出去了。吃我的喝我的，如今就50两银子，真是倒血霉了。公子是来买奴隶的？你这牢狱里可有一位姓叶的公子，背上有一个叶字。哎呦，这公子怎么才来呀？你说的那位刚被买走了。刚被买走？可这是何人所买？2位姑娘，戴着面纱，看不清他们样貌。不过看穿着应该是富贵人家的小姐。他们刚走，公子若是现在去追，说不定能追上。这几日你先住这儿，我们会有人过来与你接应的。你放心，最多1个月，我便放你自由，将你契机给你。姑娘，你既在青云街买下我，便也算是我的主子。我这条命也算是姑娘救回来的。姑娘想让我做什么，我定不会让你失望。叶公子不必这样，我只需叶公子接下来1个月里按我吩咐配合演戏即可。至于叶公子忠不忠诚于我想叶公子应该清楚你妹妹的命有多重要。叶公子和我一样，不想你妹妹小小年纪便和你有着同样的遭遇。是，
小姐，那就好。如今天色已晚，你先在这里休息，我也该回去了。二小姐，你去趟清风院吧。大公子回来了，又去大小姐那边要贤夫人的嫁妆了。大小姐身子本来就抱恙，这样一闹，小姐身子吃不消啊。你先别哭，爹爹可回来了？回来了，并不知道大少爷回来了。大小姐顾及大公子的颜面，不敢将事情告诉给侯爷。你先去把父亲叫来，这件事还是得告诉父亲。可是叫你去你就去，难不成还想哥哥去大姐姐那边闹？好，奴婢这就去。凤儿，你将母亲的嫁妆尽数给了外人，你可想过玉儿？你可想过阿姐？想过福儿？我们都是你的亲人呢。长姐，你这是何意啊？何人与你说我拿母亲的嫁妆是给旁人呢？你不要听人挑拨离间。母亲的嫁妆我怎么会去拿给别的女人？我若非生意上周转不过来，你以为我愿意求你啊？况且这母亲嫁妆是留给我们兄妹几人的，也不能让长姐一人私吞了吧？什么风把你这个灾星妹妹吹来啊？妹妹前来，难不成也是来阻拦你哥哥的？哥哥，如今长姐身子弱，你还要闹什么？你是不是想让我们跟你陪葬，你才满意啊？还是说你从前被林氏娇惯坏了，什么无耻的事情都做得出来？师傅，你这是何意？你不支持兄长就算了，如今竟然在这里挑拨我与长姐关系，你还不如沈叔。若是沈叔妹妹，定是站在哥哥这边。瞧瞧你，一回沈家来，家里就出这么多事。方才哥哥说长姐一人私吞了母亲嫁妆，我想问一句，哥哥从长姐这里以做生意的名义拿去的钱财可有算过？还是哥哥觉得一个勾栏里的下贱女人比我们兄妹几人更重要？师傅，你胡说八道什么？不是，谁拿母亲嫁妆给勾栏女人了？况且我与勾栏女人毫无半分关系。阿姐，你身子弱，我扶你进去休息。福儿，绝对不能让她将娘亲的东西拿给外人。阿姐放心。沈福扶着沈离进内间躺下后，才重新回到外室。哥哥就没想过，丽娘是青楼头牌，燕京城每日与她鬼混的达官显贵不计其数，怎么会缺银钱呢？你就不怕她故意设计你，让你套母亲的嫁妆，最后把你给害了？你放屁！丽娘身子清清白白的，她卖艺不卖身，如今也不可能与别的男人厮混，不过是命运凄惨的小姑娘罢了，怎会如你说的那般每日与人？师傅，你少在我面前挑拨离间，我不吃你这一套。况且我是拿去做生意，并非给他。当真是如此？我看哥哥真是满口谎话。方才还说不认得什么勾栏女人，如今说丽娘是清白身子。你是我们平阳侯府的嫡子，一个侯府长子，不学无术，整日沉迷烟花酒地，不知悔改就算了，如今长姐身子不适，你也要来闹，还将母亲钱财尽数骗去讨好一个青楼的下贱女人。你让母亲在天之灵如何安生？你可对得起死去的母亲？有你这种哥哥，当真耻辱！好啊，沈福，胆子肥了，敢这般与大哥说话。我是看出来了，你就是想自己私吞母亲嫁妆，怪不得人人说你是我们沈家的灾星。你才回来多久啊，便弄得沈家鸡犬不宁？母亲当初是你克死的，你难道忘了？祖父也是你杀的，你至今不承认。舒儿因为去找你，被瑞王逼着跳下阁楼，如今哥哥生意上需要钱财周转，你也要拦着。你这灾星当真就不该回燕京城来。我倒是忘了，若是兄长与丽娘的事情被爹爹知道会如何呢？一个侯府嫡子欺骗生母的嫁妆，拿去讨好青楼妓女，说出去都惹人笑话，恐怕爹爹在朝堂上也要被同僚取笑，我们沈家也要成为整个燕京城的笑柄吧。哥哥既说我是灾星，那你好生看着妹妹是如何害你。哎，妹妹，你要干嘛？侯爷，不过是两姐弟闹口角罢了，如今天色晚了，你过去反而打扰几个孩子休息。冯儿整日不着家，如今刚回来便去李二房里闹，简直是岂有此理！我过去一趟，你先休息。嬷嬷，夫人，您找老奴？这几日丽娘那边拿到的嫁妆有多少？可有算过？夫人，从江氏留下的嫁妆来看，
还有些在大小姐手里，其余的呀都在丽娘身上。只是丽娘说了，若是夫人能保住她的弟弟，她便将从沈风手里拿来的钱财全都给夫人。这丽娘啊是青楼头牌，每月挣的钱财不计其数，只是光有钱财却无权势，想要救出自己的弟弟，便只能依仗夫人了。丽娘今日遣人来说，夫人何时救出她的弟弟，何时将江氏嫁妆给夫人。哼，丽娘那个弟弟，我怎么听说在同乡玷污了几个未及笄的少女，被关进去了，还是个惯犯，是个不折不扣的淫贼。哼，明日你遣人去国公府，让国公爷秘密安排，将丽娘的弟弟庞简救出来，顺便让丽娘安排人将庞简接到燕京城来。庞简这颗棋子有大用。夫人，难不成是想毁了？就你多嘴，到时候若是嫁妆都到手了，让丽娘按我们的计划行事。哼，沈风这个蠢货也不必留了，我们也去一趟清风院吧。这个风儿啊，一定要捧着才行。是，夫人。福儿，你这是怎么了？父亲，哥哥他好狠心，他要打我，他说我是灾星，说我不该回沈家，还要把我赶出沈家。师父，爹，你听我解释，我没有要打他，我没有。这一操作让沈风始料不及，沈福瘫坐在地上，额头上都被血染红了。快去叫府医过来。是，老爷。爹，哥哥整日不着家，是和青楼的一个女人厮混在一起。他还以做生意为由，将张姐手中母亲的嫁妆尽数骗去，讨那女人的欢心。那青楼女子就是想坤平那钱财。什么？沈风，你妹妹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我沈福，你果然是我们沈家灾星，你好狠的心呐！故意编造来污蔑你亲哥哥。爹，你不信可以问张姐，张姐如今手上还有多少母亲的嫁妆？你也可以让人去宜春楼打听一下，有没有一个叫丽娘的头牌。整个燕京城的公子哥们都知道，我的哥哥在和一个青楼女人厮混，唯独爹爹被蒙在鼓里。爹爹朝中同僚恐怕早就知道此事，都在背地里嘲笑你呢。若是爹爹不信女儿的话，你可以叫张姐出来问问清楚，女儿也无说谎。我不过是说了哥哥几句，他便拿茶杯擦女儿的额头，还追着女儿就打，要杀女儿。师父，我怎么会有你这样一个妹妹？旁人都护住哥哥，你反倒好。你妹妹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你当真和一个勾栏女人厮混，还将你生母留下的嫁妆拿去讨好青楼女人？如今你妹妹不过说了你几句，你便追着她要打要杀，你简直无法无天了。说，爹，你听我解释，不是妹妹说的那样，这臭丫头撒谎，故意演戏给爹爹看呢。满口谎话，风儿，你还要瞒爹爹到什么时候？母亲留下来的嫁妆八成被你拿去，若非福儿告诉我，我至今都被蒙在鼓里。阿姐，爹爹，你们都被他骗了。他如今回到燕京城，便是要将我们整个沈家搞得鸡犬不宁。还敢撒谎！今日我特地差人去打听了，你确实日日夜夜和青楼的头牌厮混在一起，你还不承认？你不知道燕京城的百姓在背后是如何非议我们沈家的，沈家怎么会出你这个白眼狼？你可对得起死去的母亲？爹，你听我解释，不是他们说的呢。你说福儿撒谎，难不成你姐姐也是撒谎？不争气的东西，事到如今不知悔改，还意图瞒天过海。我就说，你整日不着家，也没见你生意做成什么样。原来你一直都在欺瞒为父，竟然还打你母亲嫁妆的主意。来人，先将公子拖去前堂，是为父太过纵容你了。爹，你听我解释，不是你想的那样。爹，沈福，你这个灾星，你不该回来，
我怎会有你这个妹妹？阿简，我们也去钱塘吧。好。钱塘里，明日将你拿出去的钱财全部拿回来，否则就当我没你这个儿子。那是你母亲留给离儿和福儿的，将来给他们出嫁用。如今竟被你拿去给一个勾栏的女儿，你可真是我的好儿子啊！父亲，送出去的东西也能有拿回来的道理，我做不到。况且丽娘家世凄惨，是个清白姑娘，我与她情投意合，早就私定终身，未来也是你儿媳妇啊，不都是自家人呐？逆子！来人，给我狠狠的打！今日不信打不死这个逆子！当真是瞎了狗眼！他要是愿意嫁你，拿了那么多钱财，早就收身出来，一直套着你。你眼睛瞎了吗？我怎么会生出你这么个蠢货出来？是为父平日里对你太宽容大度了。哎呀，侯爷，你这是干什么呀？福儿可是你的长子，福儿虽然犯了错，却也不至于侯爷动用家法呀。侯爷，您看在妾身的面上，也看在先夫人的面上，饶了福儿这一次吧。她自小就没了娘亲，如今还要被你这样责罚。沈福坐在椅子上，看着此刻这般慧眼的林氏，只觉得讽刺。果然，他的2个哥哥就是这样被林氏骄纵坏了，前世才有那般悲惨的下场。谁能想到，佛口蛇心会是一把无形的杀人利器？沈风和沈玉日渐骄纵，无法无天，总有一天会闯下无法回头的大错。沈玉到现在都还未着家，估摸着又是去了什么赌场，输光了钱财。父亲，常言道惯子如杀子，哥哥如今犯下如此大错，若是今日不责罚，将来也会惹下大祸。沈福，你要害死我是不是？你这个妹妹怎么这么狠心呢？果然是灾星，一回来便不让我安宁。沈福不想理会他，他只想看平阳侯的态度。父亲，我想母亲在天之灵，定不愿意看到自己的2个儿子被骄纵的不成样子。今日哥哥敢骗母亲嫁妆去讨好青楼的女人，若是将来胆子更大，也会用整个平阳侯府去讨好别人。如今我们沈府虽有爵位，却也是大燕建立时封的功勋，可惜这么多年过去，沈府却日渐衰退。永昌侯府的世子张怀安与兄长年龄一般大，如今也是前几的新科状元，至今在朝为官。宁远侯府的世子现在也在军中立下战功，陛下很是看重。我们平阳侯府和永昌侯府还有宁远侯府是一起被封的爵位，可是现如今我们平阳侯府嫡出的2个公子，一个整日沉迷于花街柳巷，一个沉迷于赌博。试问我们沈家将来该如何？惯子如杀子，大哥和2哥的今日便是在爹爹一次次的心软上变成这副模样。沈福的一番话，平阳侯听得很明白，他看向护着沈风的林氏，怒道：起来，护着干什么？是不是要让沈风将来把我们整个沈府都卖了才甘心？侯爷，妾身不是这个意思，妾身只是心疼风儿。那你就心疼错了，让开！母亲，你救救我！我不想被打呀，母亲！侯爷，你饶了风儿吧！狠狠的打！紧接着，棍棒声伴随着沈风的惨叫声响彻整个钱塘。许久，棍棒声停了。沈福，你等着！风儿，都是娘亲的错。将公子拖回房间，没有我的命令不得出来。是，侯爷。父亲，那哥哥被骗的钱财呢？那些可是我与姐姐将来的嫁妆，不能就这样送给一个青楼的女子，一定要讨回来才行啊！放心吧，能拿回来自然拿回来。不过这归期原因是你哥哥送给人家的，就算闹在官府去，也占不了理。若是传出去，整个燕京城反而会笑话我们沈家。将来哪个闺阁小姐敢嫁给你哥哥？这件事儿，容为父好好想想。你先去休息吧。沈福听到这话，放下心来，让父亲想办法拿嫁妆是假，要让林氏坐不住是真的。如今沈风被打得不轻，10天半个月下不来床，这期间他正好可以按自己的计划行事。小姐，这2天你去燕京城最好的制衣阁，给叶时清挑几件金贵一点的衣裳，不能太张扬，要低调却不失儒雅富贵。而且
能让人一眼看出他身份非同寻常。后面的事情便听我安排。小姐，可是林氏那边呢？今夜先找人盯紧林氏那边的动静，我想他快坐不住了。观察一下是哪个丫鬟与丽娘在私下传线，若是能从中拿到证据，再好不过。这么要命的事情，我想丽娘也是聪明人，会保留一些东西的。不过丽娘和林氏勾结，恐怕没那么简单。丽娘是青楼头牌，不缺银钱，怎会想方设法骗钱呢？她定是有什么东西被林氏拿捏住了。你明日也顺道拿着银钱去白小堂，将丽娘的身世打探清楚。家里几口人都在做什么，都得一清二楚。是小姐，那我先下去了。去吧。如今想要扳倒太子，还得先弄断他的左膀右臂。永昌侯、宁远侯、平阳侯都是太子党羽。平阳侯府或许是因为林氏，父亲才愿意给太子卖命。看样子这平阳侯府的突破口便是林氏了。而且沈福记得太子前世还有一个谋士，是今年的新科状元。福儿，你院子里只有云兰一个人，怕是照顾不周。清河是个机灵的小姑娘，来你院子里多个人手。二小姐，以后有什么事情尽管吩咐奴婢。前世清河与他一同去了东宫，在东宫无数次的护住自己的孩子，不过最后也死在了东宫。说起来，如今见到清河，沈福有些心酸。好，以后你便是我揽月院里的人了。阿姐，他我很喜欢，以后清河便是我院的人了。福儿说的那些话你别在意，总有一天他会知道你是为了他好。我才不生他的气呢，哥哥如今是被人蒙蔽，根本不知道真相罢了。那就好。如今天色已晚，阿姐该回去了。四爷，有消息了。四爷，魏氏今日去了一趟青云街，叶家公子叶世清已经被人提前买走了。所以事情又办砸了。四爷，我不是话还没说完吗？店老板说叶世清被一位姑娘买走，卑职跟了上去，没曾想买走的姑娘竟然……神神秘秘、支支吾吾的，到底是何人？就是在宁远侯府给四爷解了情毒的姑娘，沈家的二小姐。她为何要买走叶世清？难不成她知道了皇后的身份？这就不知道了。她是平阳侯之女，四爷当初就这样放她走，如今还抢了我们的人，而且这都多少天了，四爷让她拿信也毫无动静。我估计这沈二小姐就是耍你。你说沈家二小姐会不会是皇后和太子的人呐？不会，一个连人都不敢杀的女人，怎么可能和皇后太子蛇鼠一窝呀？若是她真敢耍本王，我定让她好受。太子真是费尽心思，连信件也准备2封，一真一假。真的被本王拿到，假的在平阳侯手里。这上面的人不都是麒麟军中的领帅吗？难不成都是太子安排在军中的？他还没资格在本王麒麟军中安排细作进来，这些都是与太子多少有些联系的人罢了。平阳侯手中那封信是太子用来迷惑本王的，想让本王错杀心腹，还想用来试探平阳侯。他如今就这点机灵，这平阳侯怕是已猜到太子会试探他了。四爷，你既然知道信是假的，为何还要让沈二小姐拿信？这不是耍他吗？沈二小姐不是说与平阳侯道不同不相为谋吗？本王倒是想看看他是否说假话。况且这假的名单上面的名字，本王也同样重视。这叶世清如今在沈福手上，先别打草惊蛇，看看这个女人到底想做什么。若当真是平阳侯的意思，本王定不轻饶。至于这军中可能被太子策反的将领，本王自有安排。是，四爷。这几日你陪本王去趟樊楼，我相信沈二小姐会亲自求我放了她。是，四爷。那卑职先下去安排。小姐，你的药我今早煎好了，就放在桌子上。爹爹可回来了？侯爷下完早朝就回来了，现在应该在书房。小姐现在将药端过去，应该来得及。不过侯爷的书房除了重要的人，向来不喜欢旁人进去的。不管如何，还是要去试试。小姐，
有件事，奴婢不知当讲不当讲。你有什么事尽管说来，我不会责怪你的。这几日，我发现三小姐的贴身丫鬟白露每天夜里都鬼鬼祟祟的。我曾跟过去一次，发现白露每天夜里都在北院偏僻的一个角落里拿东西，那东西很小，像是信件。那日我趁白露离开后，特地去那地方瞧了一下，竟然是个狗洞，而且就通往神府外。想来白露是通过北院的狗洞与外人私传信件，他旁人知道便遮遮掩掩的。不过奴婢也观察了，白露拿了东西后都会去三小姐的房间里。这几日三小姐时常在花园里走动，脸上满面春光，像是一位怀春的少女。小姐，我如今是你院子里的丫鬟，这几日便想着该不该告诉你。如今告诉你后，奴婢心里舒坦多了。清河，你做得很对，我不责怪你。若是你有时间，就看看这白露一般晚上什么时辰去北院的狗洞，多久去一次。是，小姐，那奴婢先下去了。若是太子真的通过狗洞与沈叔私传信件，那就是件好事。太子慕容景的笔记，他几乎可以假乱真。若是能想方设法筹谋，或许可以让沈叔和永昌侯府的世子张怀安退亲，这样也可以解开阿姐和张怀安的心结了。小姐，老爷在谈正事，小姐不能进去。爹爹近来忧思过重，我给爹爹熬了上好的补汤，也不知道侍卫通传一声，不然汤冷了可就白费了。行吧，我进去一趟。那谢谢侍卫大哥。进来吧。整个书房里凌乱的有些过分，信纸被撕得七零八落，连桌子上的书也全部被扔在地上，似乎刚经历了一场激烈的争吵。父亲，发生了何事？博儿，今日你有空，去找一下你那个不争气的二哥吧。如今我们沈府，你大哥不听话，你姐姐身子弱，你二哥又好赌，爹爹能指望的也只有你和淑儿了。好，女儿听父亲的，到时候就去找二哥。他缓缓垂眸，看向地上七零八落的信。爹爹，若是您信得过女儿，何不将遇到的麻烦事说出来？或许女儿能为爹爹分忧解难。女子怎能涉朝堂之事？父亲说的对，女子的确不能涉朝堂之事。可若是有些事涉及到我们沈家的未来，沈家的每一位子女都有义务为父亲分忧。平阳侯微微一愣，打量着沈福。小姑娘16、17岁，却沉静的让人佩服。爹爹，就算遇到任何事情，也不应该撕毁信件啊。若是被旁人看去，又要在背后非议爹爹了。不过是一封试探的信罢了，撕不撕也无妨。博儿若是无事，就将那些粉末信纸拿过来先烧掉，花点时间去找找你二哥，也不知道他在哪个赌坊。为父公务繁忙，没时间管教你那两个哥哥，等有时间了，我定好好让他们二人长长教训。这永昌侯爵府家的世子，还有这宁远侯府家的公子，年少有为，都得到圣上赏识，偏偏你两个哥哥不争气。沈福垂着头，没听平阳侯说什么，只看着手中被撕得七零八落的信纸，瞬间后背寒凉，没法给慕容彻交代了。可若是将这粉末信纸带走，父亲会怀疑的。爹，午饭之后我便去寻二哥，不过女儿要去一趟大哥那边，大哥或许知道二哥在哪个赌场。如今大哥对女儿心存恨意，是因为母亲的死和祖父的死。爹爹，你可相信7年前祖父的死与女儿无关？父亲自然也怀疑过，可是这么多年，侄兄毫无音讯。祖父死前曾拉着女儿的手，这么多年，女儿养在易水，受尽苦楚，却依旧记得祖父的话。这几日，女儿总是会做噩梦，梦到沈家的结局，梦到姐姐哥哥的结局，也梦到自己的结局。女儿不想这个梦是真的。什么梦？竟然能预知沈家的结局？父亲，若是你信得过女儿，便看看接下来会不会发生女儿梦里的事情。女儿曾梦到姐姐将来会被嫁给齐王，最后惨死在齐王府。若是父亲不信，过几日便看看这齐王到底会不会让陛下下旨娶阿姐。若是有，
就证明女儿的梦是真的。在女儿的梦里，哥哥还为了青楼头牌，钱财被骗光，最后和一个官家子弟争风吃醋，把对方打死，惨死狱中。这些都是你梦中的？你还梦到什么？他知道父亲如今为太子谋，自然不能将全部都说出来，否则林氏和太子知道，他会被盯上的。他只能遮掩过去。爹，女儿做的梦零零散散的，都是些零星的碎片。不过沈家结局不太好，女儿曾在梦中见到沈家被抄家，沈家人被押入刑场的场景。不过爹爹，都是些梦，半真半假。如今女儿只是想告诉爹爹，大燕仍不太平。我们沈家想要立足下去，每行一步都要步步为营，时时筹谋，才能太平。如今整个沈家的筹谋者便是爹爹，爹爹更要为沈家未来着想，不能听信他人谗言。沈福话已至此，不敢多说，他知道说多了反而弊大于利。此刻的平阳侯看他的目光变得和之前有些不同。沈峰和沈玉，一个好色，一个好赌，更是成不了气候。反而是自己最不看好的女儿沈福，今日这番话让他对他另眼相待。福儿能为沈家想得这般远，父亲很高兴。如今沈家当真是要改变才能走得远。爹，这信里写的什么？你怎么烧了？没什么，都是些无关紧要的。见问不出个所以然，沈福只能作罢。爹爹，那女儿先下去将二哥找回来。小姐，按你吩咐，在燕京最好的制衣阁给叶公子订了几身衣裳，叶公子穿上后当真是俊俏非凡。接下来便听小姐安排。姨娘那边的事情打听的如何了？还有昨夜林氏那边可有动静？令娘的弟弟庞简在同乡玷污几位未及笄的姑娘，还曾经将一位玷污过的姑娘杀死，被官府抓住关进牢房里。本来打算秋后问斩的，据可靠消息，同乡官府那边收到了一封信，将他放了，而且在来燕京城的路上。只是奴婢不解呀，人已经放了，为何还会让他来燕京城呢？一个死刑犯还让燕京权贵们出手，真是稀奇啊！恐怕这庞简来这燕京不简单。不过也好，若是能在燕京将他杀了，到时候未免不是一场难得的好戏。小姐的意思奴婢懂，这种淫贼呀，就必须死。小姐，这是丽娘进怡红楼时的一些事情，你看看。看不出来这丽娘还是个痴情女子啊，为了男人自甘堕落。不过她才17岁，进怡红楼不过半年时间，涉世未深。奴婢去怡红楼打听到，丽娘那边已经知道大公子的事情，至今毫无反应，想来她和林氏的交易做得差不多了。不过大公子拿去的嫁妆据说还在他的手里，如今庞简已经放出来，为何他还将嫁妆留着呢？同乡离燕京城颇远，丽娘怕消息有误，想亲自见到庞简，才相信林氏没有骗她。想来这丽娘也是聪明人，若是母亲的嫁妆还在丽娘手里，事情就好办。云兰，时间紧急，与我出去一趟，我得给叶公子交代几句。父亲今日本让我去寻二哥，看样子今日是去不成了，只能明日了。是，小姐。哼，这个丽娘简直岂有此理！人都已经救出来了，居然不相信，压着那些嫁妆不放，敢耍我！夫人，这庞简在来燕京城的路上，想来这丽娘见不到自己的弟弟，是不愿将钱财拿给夫人的。若非沈福那个小贱体，沈离手中剩余的嫁妆就是我们的囊中之物了。偏偏这个臭丫头要和我作对。这沈二小姐似乎与刚来燕京时有些不同啊。如今这大公子好色，不成气候，这二公子呢又好赌，大小姐又病殃殃的。我看这江氏生的几个子女中啊，就只有二小姐了。若是能除去这二小姐，夫人将来再没人敢拦路。将来夫人再怀上一个嫡子，这侯爵之位嘛……哼，我倒是忘了当初怀着舒儿嫁进这平阳侯府的目的。哼，若是这侯爵之位握在我的孩子手中，这皇后所吩咐的事情就能完成了。你可知如今玉儿是在哪个都城？夫人，不巧正在樊楼。我怎么听说樊楼是瑞王的地盘呢？黄嬷嬷，你安排一下，看看瑞王何时在樊楼，我要让二公子在樊楼翻不了身。哼，我相信到时候揽月院那个小贱蹄子
定会去樊楼救人。这瑞王可不会饶过沈家人，哪怕是个姑娘。还有，庞简到了燕京城，便来通知我一声，我要将士的嫁妆。是，夫人。啊，小姐。叶公子，你不必行礼，我从未将你当成奴仆，如今你我只是合作伙伴。小姐想让我做什么，尽管吩咐，我定完成小姐交代的事情。如今你仔细听，我要你前往银红楼，专点一位叫丽娘的头牌，每日一锭金子，连续7日。这期间你碰不碰她，看你自己。你也可以不碰她，但绝对要让她看出你的真心实意。我这边还会安排人协助你，陪你演一场戏，上面是你有意无意要对丽娘说的话，还有要做的事。小姐这般信我？那是自然。叶公子生了一副好皮囊，我相信一个女人最忘不掉的是过去。我相信叶公子能完成这件事。这几日你要配合我的人演戏。行，那我听姑娘安排，今日便去宜春院里。好。沈府主仆2人从客栈出来，却丝毫没有注意此刻客栈北面的一棵树下，一个黑衣男人静静地打量着他们。呀，这位公子啊，要找什么样的姑娘啊？哎呀，公子真是好样貌啊！啊，哼，我听闻1年前有位绝色佳人曾出过一个对子，至今无人对出来。老鸨可知这出对子的姑娘是何人？可否帮忙引荐？我今日便是为了这位姑娘而来。公子啊，这姑娘这几日出了一些事儿，都没接客呢。若是公子，当真……这袋金子可够点这姑娘7日。老鸨激动地接过那锭金子，去告知丽娘一声，这几日总算有位公子愿意待见她了，让她把自己收拾干净。公子，跟我上楼吧。前日里，丽娘因得罪了人，被人上门打了一顿，脸上还莫名其妙长了恶疮，至今不愿见人。女子容貌虽然重要，可并非所有。那公子，我先下去了。公子，你为何还不走？我如今这副模样，根本没办法见人。姑娘能做出等闲暂别幽惊梦这样的千古绝对，自然不是潜陷于皮囊的女子。今日我周某只为姑娘而来。那公子可对得出这个对子？自然，此等河源再无言。这个对子是他沦为青楼女子前，他的初恋情人为他所作。后半句除了他，无人知晓。可惜那位初恋情人为救他而死，他从此便堕落成了风尘女子。姑娘为何要哭？女子眼泪本就珍贵，何必为他人落泪？公子是从何处得知这个对子的？哼，我自然知道。听说公子花重金定了丽娘7日，可是当真？我此次就是为了丽娘你而来。公子这般尊贵的身份，丽娘如今面容一毁，恐怕会让公子失望。我不在乎，况且周某会些医术，或许能治好丽娘脸上的恶疾。当真？不知丽娘脸上的恶疮，可找大夫看过，是何原因？找大夫看过了，大夫说好不了了。那丽娘可否给我瞧上一瞧？或许能有解决的方法。我这副模样怎能让公子瞧见？丽娘，我看看，我既专门为你而来，便不在乎你是否会了容貌。我会医术，这毒疮不难治，我能为你治好。不过还要些时日。丽娘可想过离开这里？丽娘没想过。你可以想的。他与沈风都是逢场作戏罢了，一切都是不择手段的欺骗。可是如今面前这位公子似乎与其他人不同，身上还有和他旧情人一样熟悉的气息，让他整个人都有些不由自主。公子，我去给你弹曲。行，听丽娘的。沈福，你这个小灾星，你还敢来？你把我害得还不够惨吗？你还想怎样？哥，我都是为了你好。如今哥哥病重，我是来给哥哥送药的。滚开！王鼠狼给鸡拜年，得了便宜还卖乖，是你将哥哥害成这样，如今还假惺惺前来送药。哥哥不信我，我也无法。妹妹曾经梦到哥哥钱财被人骗尽，
还与人争风吃醋，最后打死人，入了牢狱，惨死狱中。我只是想哥哥平平安安而已。你若是当真希望哥哥平安，便不要管哥哥的事。可是你拿的是母亲留下的东西，我怎能不管？你们都说是我克死母亲，可有想过母亲当年是在回沈府的路上被人刺杀惨死？可这背后真凶是谁？这么多年可有人查出来？如今竟然怪罪到我一个女子身上。哥哥可以不信我，总不能不信阿姐啊。如今母亲早早去了，在天上定不愿意看着自己的几个子女相互残杀。你既知道父亲打我之时，就应该护住哥哥，而不是让父亲动手。反倒是林氏和舒儿对我心疼至极。林氏对哥哥如何，我想哥哥迟早有一日会明白，到底是心疼你还是捧杀你，最后将你推入地狱。沈佛，你放屁，少在这里挑拨离间我与舒儿和林氏关系。多说无益，我今日前来便想问一句，大哥可知道二哥在哪个赌场？害了我，还想害老二，想知道吗？我偏不告诉你。沈峰，你难道要看着沈玉输光财产，被人打断腿才乐意吗？沈峰看着沈福生气焦急的模样，似觉得自己有些过分。樊楼，自己去吧，别来我这里了，我这里不欢迎你这样的妹妹。刚走出去不到2步，小姐出大事了！二公子出大事了！他在樊楼与周尚书家的公子赌博，输光了身上的钱。周公子说是今日再还不上钱，就要砍断他的一只手。什么？怎么回事？怎么会输？大哥是觉得二哥会赢？我看你们真是不知悔改。爹爹可知道了？还不知道，侯爷还没回来。你去父亲回来路上等着，见到父亲立马通知他。我和云兰去趟樊楼。是，小姐。夫人，二小姐今日已去了樊楼，老奴这几日差人打听了，今日瑞王殿下也在樊楼。哼，我要让这小贱蹄子有去无回。算算日子，舒儿的吉吉礼快到了，是该和永昌侯爵府商议二人亲事。这永昌侯爵府的世子是上一届的新科状元郎，如今在朝堂之中也是一个难得的英年才俊，陛下很是看重。当初这婚舒儿没抢错。夫人说的是，不抢怎么才能有呢？沈离不配有那么好的亲事。找死吗？来人，给老子狠狠地打这个娘们儿！我可是平阳侯之女，你们若是谁敢动我分毫，我们平阳侯府定将你们碎尸万段。哼，好大的口气呀！原来是沈家灾星啊！一个杀了自己祖父的人，如今又出来给沈家丢脸。周公子，你在瑞王的地盘出老千，还如此猖狂，你还意图要我哥哥的一只手臂，是不是沈家灾星关你屁事啊？我今日就要变成你的灾星，你出老千！你放屁！这周尚书府的公子竟做下阿仔骗人钱财之事，还当真是丢了整个尚书府的脸呢。在场的人何人看到本公子出老千了？你问问他们，有看到我出老千吗？你能找出证据吗？找不出证据就是污蔑人。我看你们沈家就是赌输了钱不敢承认罢了。好啊，周少玉，你真敢出老千呐！妈的，周少玉，你敢耍我！此刻阁楼上，慕容彻慵懒地倚靠在椅子上。他是如何知晓这头子藏在侍卫的刀鞘中呢？这沈二小姐倒是个聪明人。四爷，这么多天了，沈小姐答应的事情还是没做。四爷，我不是真被这女人玩弄了？四爷，我说的是真的。既然尚书家的公子这般喜欢出老千，就砍掉他的手指，让他再也没有机会。本王的规矩，凡是在樊楼出老千的人都只有一个下场，其余的你看着办。我要你将沈小姐给本王弄上来。是，四爷。周公子就不给一个解释，是何人让你来害我哥哥？周公子今日就算不说，我想也逃不掉。敢在樊楼耍老千，只有一个下场，斩断手指。为了害我二哥，断去手指，值不值得？师傅，你少骗人！几颗头子就能证明我出老千了？你少吓唬人！若是我家四爷说周公子出老千呢？副侍卫，我真的没有出老千呢，求你给殿下说一声，我真的没有。
对不住啊，四爷定的规矩向来无人敢破，命会给你留着，这手指却不能留。拖下去！这樊楼的规矩是殿下定的，若是谁敢在樊楼出老千，祸害别人，破坏殿下的规矩，下次斩断的便不是3根手指那么简单，而是手。沈家公子欠了樊楼的钱，逾期还未还，今日沈小姐又砸了樊楼的场子，你们2个就留在这里，其他人先回去。今日樊楼闭楼1天，明日正常开业。傅影大哥，能不能先放我们回去啊？樊楼的钱我定想办法还，可否放了我妹妹？今日她也是为了救我，所以才闯进樊楼来的。她还是个小姑娘，求你们别为难她，求你们了。沈福抿着唇，沉默不语。他忽而想到那日在宁远侯府阁楼上慕容彻说的话，他没想到居然是今日。我想问一句，若是过了还钱期限，瑞王殿下的规矩又是什么？打断双腿。沈二公子好赌，欠我们樊楼的钱，算算日子，逾期1个月。樊楼不追究，能留他到现在，已经是仁慈了。拖下去！妹妹救我啊！我不想成为残废啊！傅侍卫，还请给四爷说一句，饶了我吧。可慕容彻的性子又怎么会放过他们呢？傅侍卫，能不能让我见见瑞王殿下？哥哥欠樊楼的钱，我替他还。能不能让我见见瑞王？果然四爷说的对，这沈姑娘会主动求他的。行，沈姑娘是个聪明人，便让你见见我家四爷吧。至于你的贴身婢女，让她离开。小姐，我答应将军保护你的，你不能去。瑞王是什么人？你怎能去啊？沈福紧抿着唇，看着沈玉离开的方向。云兰，你回去看看金河有没有接到爹爹，我不能看着哥哥死，你先出去吧。小姐，这怎么能行？没事的。沈福，好久不见，你敢耍本王？瑞王殿下，我并未耍你，只是事出有因。你该不会以为我会上你的当？不是的，殿下，我去了父亲书房，发现他将梅花信纸撕了。我对天发誓，我没有耍你。燕京人人都怕殿下，我怎会如此糊涂，敢玩弄你？哦，你的意思，本王冤枉了你啊！过来。沈福微微一怔，殿下可否饶了我兄长？你放心，他欠樊楼的钱，我会想办法还给你的。你这么怕本王，若是想你兄长今日完好无损地回到沈家，你今日自己就听话一点。男人轻拍自己的右腿，坐过来，坐这里来。坐这里来？慕容彻是什么意思啊？让他坐在他腿上？见沈福不为所动，让人打断沈二公子的腿。是，四爷。慕容彻，等等。沈二小姐，人要学聪明一些，什么好处都想占，可不太好啊。温热的触感传来，他整个身子都僵住了。男人目光落在他身上，打量着他的神情。沈福不敢动，也不敢多说一句。他知道慕容彻是故意玩弄折磨他，今日若是能救下沈玉，他以后定不会和这号人有任何关系。少女紧张地攥紧拳头，慕容彻还能闻到从他身上溢出的淡淡的香味。他冷漠打量他神情，见他这副模样，突然来了兴致，腰间锋利的匕首猛地拔出。我问什么，你答什么。若是他说错话，这把匕首随时要他的命。沈姑娘前去青云街，所为何事？这慕容彻是怎么知道他去青云街的？跟踪他？买奴隶。哦，你可知你买的是何人？沈福垂下眸子，沉默不语。他答应过叶世清，1个月后让他安全离开燕京城。他发了毒誓的，可如今看来，慕容彻似乎知道叶世清的存在，应该是个世家子弟。我见他生得极其好看，便将他买了下来。沈姑娘撒起谎来，脸不红心不跳的，当真让人难琢磨。是你自己要买的，还是平阳侯的意思？四爷，不是我爹的意思，是我自己。我父亲并不知道。慕容彻将手中匕首放下，修长的手指捏着他的下颚，迫使他朱唇微张。少女浅淡的呼吸声就落在他耳侧。我差点又信了你的鬼话。这平阳侯当真会教女儿？你杀我不是一次了，我的耐心有限。四爷爱信不信，你可以派人去打听。沈福屏住呼吸，不敢与他那双冷冽的眼睛四目相对，只想逃脱。四爷，
平阳侯来了。沈福瞬间急了，他试图从慕容彻腿上下来，男人的手却紧紧按住他的腰肢，不让他动分毫。那么怕平阳侯知道你我关系？慕容彻，你放开！我就那么见不得人啊？让他见到不好吗？我不想。沈福越是这样求饶，却愈发激起对他的蹂躏欲。他轻嗤：真是个小可怜。从此燕京城的人都会知道沈家二小姐和瑞王勾搭在一起了。沈福紧咬着唇，生怕自己的声音被门外的人听到。平阳侯，你不能进去。沈福坐在慕容彻怀里的身子都绷紧了，男人气息落在他耳侧，恶意满满。他害怕慕容彻让平阳侯进来看到这可耻的一幕，也害怕他和慕容彻不清不楚的关系暴露出去。房门外，来请瑞王殿下饶了乌儿，乌儿所欠樊楼的钱财，我平阳侯明日定双倍奉还。慕容彻笑容邪肆，紧扣着怀里人的腰肢，小姑娘腰肢如柳，他一只手就能握住。瞧，你爹还不知道你在我的房里，要他进来吗？慕容彻，你混蛋！你这副模样真让我想狠狠的。傅莹，让他……唇上忽而一软，慕容彻话未说出口，就先被沈福堵住了唇。他试图推开怀里的女人，然而沈福玉藕般的手臂像蛇一样紧缠着他的脖颈不放。沈福攥紧拳头，闭着眼睛什么都不顾。傅颖瞬间明白里面发生的事情，他尴尬地看着身旁的平阳侯，平阳侯似乎也察觉到里面不正常。慕容彻向来不近女色，为人乖张，哪个女人敢进他的怀？不要命了吗？说是平阳侯想保令公子的命，就去楼下等着，四爷待会儿会见你的。平阳侯抬头看着紧闭的房门，只觉得后背发凉。父今日就去楼下等，四爷什么时候肯见老夫，父什么时候离开。听着外面脚步声越来越远，沈福这才将唇移开。沈福，你敢耍我？就见慕容彻满脸邪恶，俯身发疯似的咬他，像头发疯的狼，想要将他拆骨入腹。快要缺氧窒息时，沈福下意识的张口，毫不留情狠狠的咬下去，铺天盖地的血腥溢满二人口腔。慕容彻吃痛，伸手推开他。傅莹，把他弄走。平阳侯真是好福气，生了这样一个女儿。慕容彻是狼，可沈福也是一朵带刺的花。哼，将他送走，让平阳侯来见本王。是，四爷。沈儿小姐，跟我下去吧。啊，完了。什么完了？我二哥出了什么事情吗？没什么，你二哥没完，我们殿下完了。哼，若想救令公子，也不是不可以。殿下想要什么，才愿意放了乌儿？梅花信上的名字，平阳侯应该看过一遍了，也记住了。将名字写下来，我就放了二公子。若是写下来，就证明他背叛了太子，到时候太子也会想办法针对沈家。可若是不写下来，这沈玉今日恐怕……怎么，平阳侯不愿？殿下，老夫这里没有你说的梅花信，也不知上面写的是什么。那好，就用你的3根手指换沈二公子的双腿。令公子好赌欠我樊楼钱财众多，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平阳侯教子无方。既如此，你便替沈玉来受罚。瑞王殿下当真要与我们沈家不死不休吗？当年让陛下将殿下送去离国，不过都是为了江山社稷着想罢了。如今殿下从离国回来，便记恨上了沈家，先逼得我女儿跳下阁楼，如今又这般来逼老夫。平阳侯当初到底是为了大燕国，还是为了父皇的猜忌？我想你心里比谁都清楚。废话说多了可不好，你若不斩断手指，你的宝贝儿子便会双腿残废。本王等着你做决定。若是能用老夫几根手指熄了瑞王的怒火，那也值了。老夫终有一天落在你的手里。爹，若是今日难消四爷对沈家的恨，沈家和四爷的这笔债就由我来还吧。斩断我的手指送给四爷，让四爷消消气，放过我们沈家。若是这样四爷还不满意，便砍断我双手双腿，送到你面前。
慕容彻冷漠瞥了沈福一眼，都滚下去！平阳侯今日这笔债还没算完，沈小姐既然说她愿意还，便要说到做到，本王会讨回来。从此以后，沈家谁敢在燕京城的赌场出现，本王随时要了他们的命！滚下去！谢殿下，今日宽容。逆子，将二公子拖回去府，家法伺候。爹，我错了，爹。逆子，带回去。唉，四爷，莫不是对沈小姐心软了？就因为沈小姐在宁远侯府为你解情毒，魏迟根在四爷身边这么多年，第一次见四爷放过一个女人。多嘴，自己下去领罚。是，四爷。爹，我错了，我再也不赌了，爹，我再也不敢了。瑞王放了话，若是沈家人出现在燕京城的任何赌场，便是死路一条，是为父教子无方。今日险些酿成大错，若非你妹妹前去，你恐怕早就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残废。拿鞭子来。爹，你可以问妹妹，是周少玉出老千设计我，是周少玉啊，爹，你别打我了，我错了，我求你了。若非是你嗜赌，怎会遭人算计？你个逆子，你要害死你老子！又是响亮的一鞭狠狠打下。老爷，你不能打呀！他是你的儿子，你要打死玉儿吗？又是这熟悉的戏码，平阳侯也看烦了。滚开！每次都这样哭哭啼啼的护住这两个逆子，说到底还不是因为被你惯的，如今惯成什么模样？滚开！老爷，玉儿年纪小，他能懂什么呀？你若是将他打死了，怎么和先夫人交代啊？还好意思提今晚？若是今晚知道我将他的两个儿子教养成这副模样，恐怕在天上都会埋怨老夫。林氏，每次你都是拿今晚来护住这两个逆子，归根结底都是在害他们。林氏身子一僵，老爷，你冤枉我呀！我只是心疼这两个孩子，我怎能害他们呢？滚开！惯子如杀子，他们今日所犯的错，你的责任最大，当真是慈母多败儿。今日若非阿福，我们平阳侯怕是爬也爬不起来了。都是这小贱蹄子，坏了他的好事。今日明明可以让沈玉断一只手，让他彻底成为一个废人，也可以利用慕容彻杀了这小贱蹄子，没想到反而没得逞，反倒是尚书府的公子被斩断了手指。想到这些，林氏就气不过。福儿，今日在樊楼，瑞王可有为难你？阿姐，瑞王并未为难我。那就好，瑞王实在太危险了。爹爹也曾经说过，我们沈家女眷都要离瑞王远一些，千万不要被这样危险的人物盯上。说实在的，瑞王生得好，政绩上比当今太子更加出色，在战事上也是屡战不败，立下无数战功。太上皇很是看重他，他9岁之前恪守懂礼，儒雅博学，睿智过人，更是被满朝文武看成了大燕的希望。也有人称他是整个大燕的气运之子。太上皇对他这个孙子十分喜欢，甚至超过了当时的太子，也曾有意将皇位传给他，只是他当时年纪尚小，不然如今便是大燕的君主了。可惜啊，皇家权力斗争向来残忍，当初还是太子的陛下，怎么能容忍太上皇将皇位传给自己的儿子呢？他对慕容彻因先皇后便开始不喜，父亲看出当时太子的心思，趁太上皇病重，出主意将年纪尚小的瑞王送去离国为质子。质子慕容彻性情大变，他回燕京之后便像是换了一个人，从前他恪守懂礼的，如今却变成了燕京人人害怕的瑞王。当今陛下对他多有忌惮，就立景王为太子，让他们相互制衡，对他也颇有惭愧。那么多年，瑞王嚣张跋扈惯了，连当今陛下都不放在眼里，唯独敬重太上皇。我们沈家人落在他的手上，必定有去无回。可阿姐没想到今日你们能平安回来。阿姐，哥哥今夜被罚，估计以后不会再去赌了，还有将来舅父就要回来，
让沈玉跟在舅父身边，万不能再待在沈府内宅。若是沈玉和沈峰还不懂事，将来我们沈家只有下坡路了。福儿说的对，玉儿和风儿在这内宅之中，迟早会出问题的。若是能像舅父那般，年纪轻轻就为大燕立下汗马功劳，那该多好。说起来啊，舅父不过比沈峰大不了几岁，如今也是骠骑大司马将军了。说起江玄，沈峰脑海中又出现那个白衣少年。那年他不过才5岁，江玄也还是10几岁的少年，时常在易水牵着他的手，逛遍易水大街小巷。后来江玄陪他在易水半年，教他读书识字。没过多久便离开易水。沈福跟在乡下嬷嬷身边长大，也逐渐懂事，知道自己的身份是沈家的二小姐。她最早的记忆是在5岁，5岁之前的记忆模糊不清。而于他而言，江玄是他最早记忆里出现的人，也是他最开始的依赖。后来江玄去参军，16岁就斩下匈奴将领的头颅，成为边疆少年将军。前世因为护他，江玄被太子慕容景利用，10万大军惨死，更是背上叛国的罪名，死在27岁。阿姐，舅父可曾来信？边塞苦寒，离燕京城颇远，传一封信回来谈何容易。不过之前舅父信中表示，知道你重新回燕京，让阿姐好生护住你。福儿，舅父把你看得比谁都重要。阿姐，如今天色已晚，福儿先回去了。改日上元灯会，若是你身体不舒服，可以不去。上元灯会虽是热闹，但阿姐如今身子才调理过来，不能多加走动。等阿姐身子彻底好了，福儿再带你逛遍燕京城。阿姐知道。想到上一世，齐王就是通过上元灯会特意接近沈离，他不想疼他爱他的阿姐今生落得和上世同样惨死的下场。齐王若是想娶阿姐，他便要好好筹谋筹谋，让他再也没有机会。小姐，丽娘的弟弟明日就到燕京城。从叶世清传来的消息来看，丽娘大致明日午时会和自己的弟弟在原来客栈相见。拘令庞简无事后，丽娘明日就会将先夫人的嫁妆交给林氏。如今我们的计划快完成了，这颗药丸吃下后可以让人气息微弱，你给叶公子，恐怕后面要苦了他了。为了防止他将我母亲的嫁妆给林氏，让叶世清将他拖住越久越好，还得找几个黑卫，这些黑卫只要钱财够就会出手。我这里阿姐给了谢母亲的嫁妆，明日先拿一些去，让一些黑卫负责杀人，一些负责救人，戏要演得足，也要演得真。小姐的意思奴婢自然能懂，明日听小姐安排。这几日叶公子与丽娘相处得特别融洽，叶公子说他一次都没有碰丽娘，说是骗丽娘，想要娶丽娘为妻，尊重她，等拜堂成亲后再行夫妻之事。丽娘如今才17、18岁，进青楼不过半年，也总是能在叶公子的身上看到旧情人的影子。竟然真信了叶世清的鬼话。这你就不懂了。叶世清生的角色又懂礼，还伪装成世家高门低调不显露的公子，又尊重女人，丽娘怎会不信呢？更何况叶世清身上有丽娘旧情人的一些特点。这白小堂打探消息真是有一手啊。明日记得给庞简留口气，别让他死绝了。是，小姐，那奴婢先下去了。下去早些休息。丽娘出大事了，公子出大事了，好多血啊！血？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丽娘，你弟弟怕是活不过今日了，他就在侧门要见你最后一面。什么？怎么会这样？丽娘，你别慌，我带着你下去看看，你弟弟一定会没事的。你便是丽娘吧？你弟弟在林子里受伤，说是想见你最后一面，就在马车里。阿姐，你到底怎么了？是谁干的？你不能有事，我就你这一个亲人了。姐姐，是沈家夫人，沈家夫人，快离开燕京，越远越好。他们要杀你，快走啊！我不肯来燕京，沈家夫人就是骗子。庞简再也没有一点气息。庞简，沈
家？沈夫人，丽娘，你说的可是平阳侯的夫人，护国公的女儿？周公子，我不想连累周公子，他们要杀的是我，是丽娘，是我不该卷入高门斩府的阿杂事中。如今，你是得罪了沈家夫人。周公子，若是周公子嫌弃丽娘，就和丽娘分开。是沈家，是平阳侯府，沈夫人，还有护国公这个靠山，丽娘恐怕他们不会放过我的。你信我，我带你走。我家在襄阳，也算是富家一方。你与我同去襄阳，我给你改名，3书6聘的娶你为妻，他们不会找到的。燕京离襄阳城颇远，就算他们找去，我们周家也有能力护住你。他如今进退两难，若是想活命，只能答应叶世清。沈夫人，当真要逼我如此吗？沈夫人。丽娘将东西全部收好，带着自己这半年来攒的钱财和从沈峰身上骗来的僵尸嫁妆，就和叶世清从侧门匆匆上了一辆马车。小姐，这庞坚死的一点也不冤，他在同乡玷污了好几个姑娘，而且这林氏还想用他对付小姐呢。林氏那边气坏了吧？钱没到手，人倒是跑了。刚才我回来的时候，见到林氏身边的王嬷嬷面色不好，匆忙的去了林氏院子，怕是已经知道丽娘跑了。再让黑卫们跟在丽娘和叶世清身后，你提前和叶世清通气，让他将药服下，也让那些黑卫不要伤他要害。想要将母亲嫁妆拿回来，还得来真的。至于丽娘，她是最后一颗棋子，我们只要等到沈叔及笄当日，让这个棋子发挥重要作用。是，小姐。夫人，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啊，若是丽娘将事情说出去，恐怕老爷知道了。哼，他敢吗？这个贱人，居然拿着那么多钱财与人私奔。好啊！夫人切莫动怒，如今只能派人前去打听，看看能不能找到丽娘的下落。这怡红楼的老鸨说，丽娘是跟一个姓周的公子跑了。说这周公子啊，是襄阳某个富商的儿子。这襄阳离燕京城这么远，哪里去寻呢？你去差人打听，看能不能打听到那位公子的名字。若是能打听到，就派人追去襄阳，将丽娘一并杀掉。我要让丽娘死得尸骨无存。是，夫人。马车驶出闹市后，3个蒙面黑衣人提剑也跟了上去。要让公子留刑，但不能伤及根本。夫人说了，只有死人才能守住秘密，去死吧！周公子，沈夫人，当真要做得如此绝情吗？你就不该活着！想要杀丽娘，先从我的身体上踩过去。说罢，他起身抓住丽娘，直接将人拉上马车，扯着缰绳就拼命地往另外一条道跑。周公子，他们没追来了，你快停下，我们找个隐蔽的客栈住下，不然你会死的。都是我的错，是我连累了公子，我不该与人做阿杂的交易，害你成这样。姑娘，这位公子怕是活不久了。大夫，一定要救救他，无论花多少钱我都愿意，只要他能活着。就是有一个法子，只是怕娘子负担不起呀。公子失血过多，且又中毒，若是能服用葵锦7日，便能好转。只是这葵锦昂贵，娘子怕是负担不起，最好还是想清楚一些。丽娘，我家是襄阳富商，你扶我起来，我写信到襄阳去，让他们把银子运过来。哎呀，这襄阳离淮阳路途遥远，公子的信送到得多少时日了？这银子运过来，恐怕公子早就没命了，还是另想办法吧。周公子，你是为救丽娘才受了伤，我手上有些银钱，给公子治病，我心甘情愿。玉娘，这怎么能行？不可！你每日安排人送药过来，无论多少银钱我都愿意出。只是我手上有些东西，是些玉器和珠宝，若是你们不愿意收，我便换成银钱给你们。娘子，只要玉器珠宝是真的，我们自然也愿意收的。自然是真的。今日我先给你一些，你把那药送过来，
若是明日有效果，就按你的方子来，每日我会付给你钱财。好，那我现在就去取药。就这样，一连几天，丽娘都把从沈峰那里骗的钱财拿来买所谓昂贵的药，给叶世清治病。小姐啊，还是你聪明，知道丽娘愿意给周公子出钱治病。周公子为他而受伤，家底也深厚，他又被逼成那样，怎会不给呢？如今谢夫人的嫁妆已经拿回来了，叶公子问小姐接下来怎么办？自然是等3日后的吉吉礼。你去告诉叶世清，沈叔吉吉礼前一晚，让他陪我们演最后一场戏。这场戏要将丽娘逼上绝境，要让丽娘生不如死，要让她对林氏有滔天恨意。是，小姐。哥哥吃肉馅的，很香。丫头，哥哥带你回家。断1根手指就想把小丫头带走，你还不配，得断2根儿。不断另一根手指也可以，从我们几个胯下爬过去，我们就放了你和这小丫头。你们自己说的，说是我爬过去，你们就放了他。瞧啊，真像狗一样当真爬了，去你的！沈福猛然睁开眼睛，梦里熟悉又陌生的声音在脑中挥散不去。可他现在无论如何都没有在自己的记忆中找到些许关于这个梦的片段，哪怕是前世也没有。可这个梦为何又如此奇怪？小姐，该起来了。哼，这漂亮衣服现在就穿上了？灯会可是晚上啊，清河啊，难不成你想趁灯会去见某家公子？小姐，你胡说什么呀？我只是想看花灯，这上元灯节上的花灯特别美，什么样式的都有，到时候小姐去了就知道了。回燕京3个月，我还从未看过燕京城的灯会呢。今夜我倒是想去见见世面，我们晚上去灯会。是，小姐。姑娘是喜欢这个花灯？喜欢。是不是只要能答出下联，就能将这花灯卖给我？哎呀，姑娘，这个花灯可不好得呀，喜欢的人可不止姑娘一人呢，还有那边那几位。就见那边站着几个身着锦衣的少年少女。哎呀，我还以为是谁呢，原来竟然是杀害自己祖父的沈家二小姐沈福啊！这宁远侯府家的小姐温月，是燕京城4大才女之一，诗词歌赋样样精通，就连这投壶和布设也是1等1的好。哼，一个弑杀自己祖父的恶女，也配来这醉江月？沈福，你该不会想要这花灯吧？这可是我先看上的。自小养在乡下的恶女，也配与我们争东西？哼，温四小姐这张嘴啊，特别烂。我听说温老夫人生辰当日，温四小姐见到瑞王时，被吓得屁滚尿流，回去后还被温老夫人杖责了30大板呢。没想到温四小姐这么快就能下地走路了，想来还是打得不够重，不长教训，嘴巴都封不上。沈福，你说起来，这张公子的死还与你有关。我们府中丫鬟都看到了，你们2人进同一个屋子，说不定做了什么记不得人的勾当。这张公子的死，难道不是你们宁远侯府的责任最大吗？毕竟这张公子在宁远侯府刺杀瑞王呢。温老夫人的寿宴让外男进入内宅，还刺杀当今皇子。你说这太上皇和陛下追究起来，温家会被定个什么罪啊？也不知这宁远侯是不是被陛下骂得狗血淋头，以至于温老夫人再将你打得下不来床。待会儿把他给本王弄上来。四爷，你不会真看上沈家姑娘了吧？看上了又如何？本王只是觉得她很有趣。燕京城也只有这位姑娘能让四爷觉得有趣了，就怕四爷不自知。那先等沈姑娘和这宁远侯的四小姐比试，我再下去吧。看样子2人同时看上这凤凰花灯了。师傅，你可以吗？最远的湖我们可都投不进去，你才会燕京哪懂投火？说话的不是别人，正是中书侍郎家的庶子萧觉。中书侍郎宠妾灭妻，对这个妾室生的孩子宠爱无度，也将这庶子养成一个废物。
这庶子骗过不少姑娘，还染上花柳病，而且还是温月身旁的一条狗。萧绝见沈福没搭理他，冷嗤道：“装什么清高？真以为自己是什么天仙？”说是这么说，可他色眯眯的目光在沈福身上上下扫视。你行吗？装模作样的。沈福没有理他，手握长剑，猛然用力一抛，3支长剑瞬间破空消响，快如闪电，一根不落投到对面的最远一个湖里。这怎么可能啊？3支，3支全进去了，而且还是同一个湖。怎么可能啊？沈福，你怎会投湖？我的投湖术向来在燕京城是1等1的，都没有投进最远的湖。你燕京城1等1，怕是温四小姐自己夸大其词吧？如今我的剑进了湖，凤凰灯是我的了。不可能，我们重新比。自己没实力，还要旁人的时间陪你耗着，多无趣啊！老板，这个对子的下联便是芝兰绕气做凝香。姑娘回答对了，你投湖也是第1名。这凤凰灯啊，该归你。喜欢吗？小姐，我喜欢。这灯是送给你的。谢谢小姐，小姐你太好了。萧绝，你若是想翻身，接下来就应该知道怎么做。自然。清河，你现在立马去找袁兰，我先去马车里等她。我们要早点回去，我总觉得今日有些古怪。那小姐，要我跟你一起吗？不用，你去找袁兰，袁兰会武功，快去快回。若是找不到就算了，你就回来，我们要先回去。小姐，那你小心些，我去把云兰姐姐找回来，尽快与你会合。那便是沈家2小姐吧？姑看那女子除了相貌还行，其他的就那样，也没什么特别的。沈2小姐虽生得不错，可惜身上背负着弑杀祖父的恶女名声。若说瑞王放了她，是不可能。姑倒是很好奇，前几日樊楼之事，这平阳侯到底是怎么从瑞王手上全身而退的？这瑞王向来不及沈家，怎么会轻易放过沈家人？难不成平阳侯成了瑞王的人？不可能，当初瑞王去离国可是拜平阳侯所赐，这2人怎会结盟？就算是天塌下来，平阳侯和瑞王都不可能结谋的，除非还有别的原因。罢了，先这样吧。说完，往内室而去。内室里躺着一位一丝不挂的女人。景哥哥，你怎么才来啊？外面有什么好看的？有双儿好看吗？你猜，姑看到了什么？不知，是不是景哥哥看上了谁家姑娘？的确是个姑娘，沈家的。他以为慕容景说的是他，和他开玩笑呢。太子哥哥，你真是讨厌。喝下吧，你应该知道，我们现在还不是时候。与慕容景维持这种不清不楚的关系快1年了，自己偷偷将他递的药倒过几次，可惜都没有怀上慕容景的子嗣。如今又让他喝药，怎么不想喝？你应该知道，母后向来不喜你我一起，你身上也还有婚约，我们只有等时机成熟的那一天，姑再名正言顺娶你入东宫。太子哥哥，可我想要你的孩子，我与永昌侯府退婚便是了，哪怕是给你做个妾室，我也愿意啊。我们这般还不是时候，而且你我关系万万不能暴露。什么呀？你这是怎么了？赢了花灯，伤了人就想跑？萧公子，原来是你！你怎么跟踪一个女人？你想如何？沈姑娘觉得我想如何？沈姑娘当真是国色天香啊，这腰肢如柳，可惜就是名声不好。我可是平阳侯之女。怎么，嫡女就高贵了？在整个大燕，尤其是燕京高门嫡女，身份再尊贵又如何？只要名声清白毁了，什么都不是。燕京城无人敢娶回去，也只能嫁给毁她身子的男人，或者嫁给别人家为妾，或者出家当尼姑。所以就算你是平阳侯嫡女又如何？我萧绝今日就赌一把，你以后也会屈居于我，乖乖嫁给我。你我若是有幸成为夫妻，便是夫为天。哼，
一个庶子，游手好闲，不学无术。若是妄图娶个嫡女翻身，那是痴人说梦。哎，别跑啊，陈二小姐，你往哪里跑？跑什么？认命吧！看着向他步步紧逼过来的男人，他今日不想在这里被害，也不想就此认命。目光落在萧绝身后，四爷，救我！听到四爷二字，萧绝下意识回头，身后什么都没有。沈福手中尖锐的剑猛然挥下，狠狠的、毫不留情的往男人胯上猛地扎去。今日废了，你没机会了！男人惨叫连连，鲜血瞬间染红整个裤裆。看样子，你也怕瑞王啊！你这个贱人！贱人，敢耍我！你以为瑞王会为你撑腰？萧绝倒在地上，疼得脸色发白。一个绣着鸳鸯的荷包从他身上掉出来，沈福立马扑过去将荷包捡起来，想通过这个荷包找到指使萧绝的人。哈，没想到萧公子身上还有一个女子的荷包呢。萧绝浑身鲜血淋漓，猩红的眸子死死地瞪着沈福，忽而再起身，猛地朝沈福扑过去。他一边跑，身后的男人起身穷追不舍。他忽而回头瞥了一眼，就看到萧绝身后一个熟悉又让人感觉害怕的黑色身影，那身影旁边似有一只雪白的老虎。四爷，四爷，四爷！还想骗我？今夜你别想活！男人声音落下，一只白虎从他身后猛地窜出来，老虎咬着他的腿，将他拖拽到几米远。瑞王殿下，白泽，过来。萧公子胆子很大呀，敢动我们四爷心盯上的女人。瑞王殿下，殿下留我一命！我不知道她是殿下的女人，我要是知道，我看都不会看一眼的。殿下，我已经被沈姑娘废了，还请殿下留我一条狗命。小姑娘面色惨白，大口大口地喘着气。怎么不感谢我？四爷，你真的来了，谢谢四爷。他原本想骗一下萧绝，没想到慕容彻真的来了。你这副装可怜的样子真是没用，他可碰过你身子？四爷，他没得逞，我只四爷一个碰过。将他弄死。是，四爷。殿下，我没有碰过他，我真的没有碰过，我一根汗毛都没碰过他呀！我不知道她是殿下的女人，我要是知道，我一定绕路走。殿下，你留下的一条狗命吗？过去，把他杀了。怎么，杀个人还要我教你？过去，将他杀了。四爷，这样杀了他太便宜了，况且这把匕首太短。他既然觉得匕首杀人脏，那便用长剑，把剑给他。好的，四爷。沈二小姐，这么好的机会，别错过。姑奶奶，我错了，你求求瑞王，你是他的女人，你让他饶我一条狗命。你把何人指使，与谁而谋，通通写下来，用血写清楚，盖上你的手印。你写完了，求你饶了我。四爷，剩下的你来吧，我喜欢看四爷杀人。喜欢看我杀人？信不信我今夜把你舌头割下来？沈福面色一僵，还没反应过来，慕容彻手掌猛地一挥，打在他脖子上，直接将他敲晕。将他舌头割下来，挑断手筋脚筋，送回中书侍郎府。虽然有些残忍，可是不残忍怎么长教训？顺便告诉中书侍郎夫人，好好管教府中妾室和庶子，别让他们再生出什么阿杂之心。是，四爷。瑞王殿下，殿下我错了。瑞王殿下，还请殿下让我带小姐回府。我们四爷要带姑娘去问几句话，你们去望京楼楼下等着吧。怕我？怎么在我面前就装小白兔？本王怎么记得刚才在巷子那儿，萧家庶子满身是血呢？四爷和萧家公子不同，来说说有何不同？看着桌上那几杯千日醉，沈福眸色微变。慕容彻想做什么？灌醉他？萧公子不学无术，整日流连烟花巷柳，
我向来对这种人厌恶至极。可四爷不同，四爷身份尊贵，位高权重，金戈铁马，傲骨铮铮，我敬之，所以胆怯了些。这拍马屁的话从你嘴里说出来，有些出乎意料啊，尤其还是对我这种人。过来。四爷，小女子不会喝酒，还请四爷放我回去。我今日救了你，你应该感谢我。要想回去可以，把桌上这酒喝了。你放心，我还没有卑鄙到要在酒里下毒。叶世清那边的事情要安排，沈叔及笄里的事情也得安排，他得尽快回去，不能在这里耗着。可慕容彻今日难不成又要折磨他？他到底想做什么呀？难不成他当真被这男人纠缠上了？四爷，你说我喝了这2杯，你就放我走？四爷是大周皇四子，大名鼎鼎的瑞王，要说话算数。慕容彻挑眉看他，意味深长。对不住啊，我说的可不是这2杯酒，而是这1壶。喝完我就让你丫鬟送你回去。1壶？沈福，是你会错本王的意。四爷想做什么？不妨有话直说。1壶酒，怕是太伤你身子。你若再喝下4杯，我便放你走。这次绝不骗你。沈福差点被他气吐血了。就这2杯千日醉，他已经感觉自己晕乎乎的，连意识都有些模糊了。怎么又来4杯？可看慕容彻那样子啊，是不会轻易放他走了。你要说到做到，今日四爷救了我，我理应还四爷的恩。这4杯酒，算是我敬四爷的。数杯酒下肚，沈福感觉自己脑袋晕乎乎，站都站不稳。慕容彻就这样静静地看着此刻的他，不得不说，沈福生得很标致。那双清澈的眸子醉醺醺地看着他，身子一软就坐在他旁边的椅子上。我喝完了，回家。少女眼神迷离，意识不清，嘴里还吐着泡泡。慕容彻见他醉得7、8分，从袖中拿出一块玉佩，玉佩晶莹通透，中间雕刻着凤凰。他拿着玉佩在沈福眼前晃了晃。可还记得？不记得。不记得？你好好想想。真的不记得。男人眸色微变。你叫什么名字？我叫沈福儿。你到底叫什么名字？我就叫沈福。离国皇宫，阿瑶，你可记得？不记得了。浅淡的香味萦绕过来，慕容彻目光落在他脸上，他离他很近，还能若隐若现地察觉到他浅淡的呼吸。沈福迷迷糊糊道：“四爷，你真俊。”你说什么？四爷比太子俊多了。沈福醉醺醺地吐出最后几个字，整个身子瘫软下去。四爷，沈姑娘的婢女还在下面等着，让她的婢女都进来吧。是，四爷。四爷，我可是买了燕京最烈的酒，四爷可问出什么？慕容彻摇头，